最近和我一起来上海打拼的很多朋友都陆陆续续的离开了上海。10年前我们一起来上海的时候，大家还是非常意气风发的，想着可以在这个城市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时代的红利已经过去了，但是这2年也越来越艰难。这里是上海，一座繁华的大都市。大都市呀，大都市的流浪者，生活不易。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上海曾经是中国的1线大城市，但是在中国整体经济恶化的情况之下，上海也不可避免地逐渐凋落。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说实话，我感觉今年上海的经济比3线城市还要差。这就是上海市最繁华的地方吗？这跟我们乡镇差不多啊！你看这商铺全部倒闭了，这不会是要拆迁吧？这一块你看破破烂烂啊！浙江中路出租出售，应该不是拆迁啊，可能就是租金太贵。这哪是外滩啊？这不乡下吗？在上海找份正经工作就这么难吗？我来上海3天了，面试了12份工作，全是销售，真的全是销售。哎呀，是别的行业不缺人呀，还是只是说销售缺人呀？这可是上海呀，全国第1城啊！你说我们现在找工作这么难，到6月份1000多万大学生毕业了，往哪儿放啊？上海曾经是无数打工人十分向往的地方，但现在呢，却有大量人口逃离了上海。为什么上海变成了一个人口流失的城市？去年到现在，明显有很大一批人不来上海了。根据上海最近人口普查显示，去年常住人口是2486万，上海常住人口最高峰时有3000多万，现在至少少了500多万。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逃离上海，不接受反驳，因为我们是干物流的，我们就有切身的体会。看看我今天多少个电动车，1、2、3、4、5、6个，兄弟们，你吃得消啊？多的时候我们有10几个，今天6个，还有一个等会要从浦东送过来，7个，都是要离开的。昨天我也收了2个，对吧？这个经济形势真的是不容乐观了。一名男士评价说：“外地人来上海打工，那就是流浪汉，那就是难民，就是出来逃难的。”这是很多人离开上海的主要原因。我在上海做了8年的地产经纪人，我身边的同事就在上周已经有10来位离开了上海，还有好几个大学的校友都陆续的回老家或者南下闯荡去了。我的有些同事因为业绩的原因被迫离职了。这些在去年一直不停的发生着，我认为主要的原因还是经济不够景气，因为上面的群体在以前来看，职位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但是今年却不同了，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意味着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的，尤其是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更是耗不起。其实呢，上海人尤其是外来人口的减少是肉眼可见的。一名男子说出了自己的亲身感受。就上海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房租呢是越来越贵，这么多年我说实话，平时我连休息都没有。就一家4口这么多年一直是挤在那种10几个平方的小房间里面，就那种小阁楼上面，就不理解为什么就是我老婆就特别不想离开上海。那些离开上海的人都去哪里了？这名女士给出了答案。我以前的一个同事上个月携家带口的回老家了，这是今年我认识的第3个离开上海的了。顾片的尽头可能真的是回老家。这3个人基本都在上海工作了10年左右了，也都结婚生子了。眼见在上海买房无望，生活成本又太高了，算上房租、吃喝、交通、家庭开销，每个月赚个万把块根本就存不下钱。再加上这2年大环境不好，降薪、裁员、失业比比皆是。在上海，就连985、211的高学历人才都面临着失业，更何况我们普通人呢？大量人口离开上海，上海那些曾经是人山人海的街道也变得是冷冷清清，曾经的一铺难求已经变成租不出去的窘境。上海目前是什么样的状况啊？这个是浦东张漾路上面啊，今天坐地铁来苗圃路这辆窗帘，然后以前这条街上面都是人山人海的，如今都是贴将军把门啊，一个人也看不到。而且这座国际大都市也开启了大甩卖的模式。上海现在真的混不下去了，到处都是甩卖，亏本赚。预备
其实呢，不光是上海，其他城市要想安身也是不容易，人们找工作是难上加难。我现在在杭州，我已经2个月没找到工作了。我4月底自己辞的职，然后我躺了2个月，我不停的投资料，投面试不行。当然我疯狂想找到工作，因为我缺钱。还有就是我1个月的工资已经顶了2个月了，我下个月的房租还没着落呢。大家能告诉我今年的杭州这个工作怎么这么难找吗？我今天跑了1天，跑了3个地方，刚回到家满身的大汗。第一场面试直接卡我经验，说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直接不要我，我也是无语了。第二个直接卡我学历，说我是普通2本学校毕业的，也不要我，人家说我学历不够不上他们。第三个直接给我3000块钱工资，而且还让我跑那么远，我这房租还1000多，杭州还让人活吗？我真不想在杭州待了，大家给我支个招吧，怎么能让杭州找个5、6千块钱的工作就行了？能让我先稳定下来这就行了。生活就不闹了，还要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农民工还能怕人笑话吗？挣的就是这个辛苦钱。大哥，你今年多大了？我91年属羊的，34周岁。那家里几个小孩？还没结婚呢，哪个庄没有10了8个的光棍？你这那么大了没结婚，家里边也急不？那肯定着急啊！你看，家里就我1个小孩。你这平时有啥爱好吗？现在连媳妇都走了，还有什么爱好？中国社会经济濒临崩溃，各行业都在嚎。现在做餐饮的老板们坐在一起谈论最多的就是经济下行、消费降级，可谓是哀声一片。大家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和焦虑。钱越来越难赚，上半年还没攒到钱，下半年又到了，失业和负债的人越来越多。说实话，像我们在厂里上班的，稍微不努力，下一个被死对的就是自己。这行情得多差呀！刚听说武汉的那个男装运动会已经夭折了，那么浙江这边女装啊、男装啊运动会，我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兄弟们。所以今年这个经济太差了，还是小心点吧。中国经济不断下行，很多公司裁员，不少白领纷纷失业，而工厂也是大量倒闭，摆地摊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现在的摊位是越来越多了，这生意都看看，给你们看看。这现在是多得吓人呐！我的个天啊，里3层是外3层，人没有个人，摊是多的要死，看没有？今年的生意是越难做，人摆摊的人越多，而且城市里情况也都是大同小异。这是山东潍坊的真实情况。潍坊现在很多人连工作都找不着，你敢相信吗？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到底干啥去了？潍坊现在的现状说出来，你可能说不可能，潍坊不是2线城市吗？没到那个地步。但你现在看看潍坊的那些各大酒店，都开始摆摊卖快餐了，这是被逼到什么程度了？你再去四惠园、太华城、东风街这些曾经人挤人的老牌商圈，你转转就明白了。一条街望过去，旺铺转让的告示贴得满满，连扎根几十年的老字号都扛不住了。小厂子关门一片片的，大厂子招工也卡得死紧，结果就是满大街跑外卖、送快递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眼瞅这个行当都快待不下去了。为啥呢？因为很多人一下来实在是没得挑，只能先靠跑个腿儿开网约车对付着。潍坊这个曾经顶着世界风筝之都山东工业重镇名声的城市，而且还是最适合居住的城市，现在咱也尝着高物价低收入的滋味。不少潍坊爷们儿的工资连养活家都费劲，甚至说2块5的肉火烧一顿都不敢吃4个。所以你再看看现在的潍坊，家家户户能动的都会挣着，老人看摊，年轻人打零工，这常事。更扎心的是，不少单位工资都开不利索，3月半年拿不到钱的大有人在。你要是有一份稳当的工作，每个月全能准点到账，福利还说得过去，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人眼巴巴瞅着你这份安稳工作了。像这是开小厂的、弄小店的，更是在夹缝中硬扛。这名男子一番话道出了多少人的心酸，也道出了老人还在工作的事实。2025年6月28号，中国博主楚门春夫发视频披露，在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河村乡的巷子里，有很多组装圆珠笔的小作坊，里面负责组装笔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您今年多大年纪了？90岁。90了。90岁了，每天还在赚钱，这个就是浙江人，活到老干到老。他这个每天能做多少？要做多少次啊？
80岁、90岁老年人仍在打零工的视频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心酸又沉重。愿每一位老人都能够安享晚年，不再为生计奔波。据当地人披露，我们浙江农村老年人做手工，一天30块钱也在做，有哪个省卷得过浙江？也有人表示，本质上还是国家的剥削，老板也不赚钱的，中国货没有竞争力，只能通过廉价劳动力创造廉价产品，还要面临国家的重税。有人指出，在中国国内基本没有8个小时的工作，大部分都是10到12小时，8小时那是法定的，不是实际的工作时长。赤裸裸的奴役，赖以自豪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现在在国内找一份工作是难上加难，而想维持这份工作，更是让很多年轻人身心俱疲。我现在已经下班到家了，但是我还是很累。现在年轻人大多数的累是那种心累，不只是身体累，就是没有心气儿了，感觉生活没有什么盼望，没有什么期待，就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围绕着生存2个字。你不要告诉我，你下班可以去找自己的兴趣爱好，给自己做顿饭、健身、运动、跳舞，没有，真的很少有人能够干完一天自己不喜欢、没有成就感，只是为了五险一金，只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的工作之后，8到10小时之后，还保持那么高的能量的。年轻人本应是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对打拼充满动力的。但现在中国的年轻人面对着降薪裁员，面对着高额的房价、房租与生存的压力，只是为了一份工资而尽力工作。一名没有背景的女生忍不住哭了。但是现在的工作就是，如果你背后没有人的话，真的就不是什么好的岗位。而且现在他有一些企业在招聘，但是他招聘的是劳务派遣，他不是正式工，到时候工资只会更低。我就觉得这能不能就是让我们这些就是普通人呢也能有一份特别好的工作。看着这个身份普通的女孩子还在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让人感到心酸。而这也是很多中国人的缩影，为了维持生机而苦苦的挣扎，苦苦坚持，即便是到了耄耋之年，仍在努力赚钱。这反映出了这个社会存在的严重的问题。而这一切又是谁造成的呢？就是那个骑在百姓头上，尽力攫取社会资源、极力享受而又高呼爱人民的中共政权所为。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